据民间传说，有一个名叫鬼潭寨的山寨，那里的人与世隔绝，性情怪异。而更诡异的是，他们白天睡觉，晚上才出来活动。如果在白天出来，就会死于非命。不过这里的人善于炼制虫毒，能够医治各种疑难杂症。君浩的妹妹凌雨生了场怪病，为了给妹妹治病，他打算带着妹妹前往鬼潭寨。听吴爷爷告诉他，只要走749天就能抵达。可现在他们已经走了48天了，他觉得寨子可能就在附近，于是打算找个人问路，并告知了他妹妹的情况。不料路人听后却表示，你倒不如去找王母娘娘，求个仙桃。君浩听后觉得此人很是奇怪，但他也没有多想，于是打算先和妹妹原地休息一下。可此时他却发现水壶没水了，于是打算在附近找找水源，没想到却在不远处看见一个小男孩。君浩问男孩知不知道哪里有水，男孩朝他身后指了指。可等君浩回过头，发现男孩已经消失不见了，只给他留下了一瓶水。很快天就黑了，兄妹俩只能在树林里过夜。不料此时突然刮起一阵怪风，两人吓得想要逃命，不料却误打误撞走进了鬼潭寨。可两人刚一进去，石碑上的字竟变成了活人禁地。而此时双击点亮红心，评论区留下一句大吉大利，都能够赶走霉运的好运连连。而更加奇怪的是，妹妹自从进了山寨，身上的症状似乎减轻了许多。可君浩没注意到的是，此时的凌雨竟然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。两人走进山寨，却发现这里大白天一个人影也没有，两人走得有些累，于是打算坐下休息一下。不料梦里凌雨竟看到自己变成了一个新娘。等他醒来后，发现天已经黑了，而此时山寨里的人也出来活动了。看见这两个生面孔，他们慢慢的向兄妹俩靠近，吓得两人不知所措。好在此时一位英俊的小伙及时出面帮他们解了围。原来小伙名叫严斌子，是山寨族长的孙子。得知兄妹俩是从外面来的，严斌子热情的将两人带回了家，并好奇的询问他们外面的世界。此时他的奶奶从屋里走了出来，奶奶一眼就看出凌雨不对劲，发现他身上被人下了虫毒，于是好心熬了汤药让凌雨服下，虽不能完全解毒，但也能暂时压制住虫毒。喝完汤药，兄妹俩表示要休息，可严斌子听后却十分惊讶，表示这才刚入夜呀，还询问他们白天是如何躲避太阳的。这一问把两人给整懵了。躲避太阳？我们为什么要躲避太阳？传说外面的人可以在太阳底下行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这难道是真的？从严斌子的口中得知，原来山寨里的人只有在晚上才能出来，因为他们十分的惧怕阳光。晚上凌雨又做了个梦，他梦到一个黑衣人对着他摇铃铛，怎料当他醒来后，发现屋子外面竟真的挂着个铃铛。君浩一眼就认出这是招魂铃，他告诉妹妹吴爷爷曾告诉过他，招魂铃是引导鬼魂往生的工具，但他觉得这些都是骗人的。等到凌雨将早饭端来，发现哥哥将铃铛摘了下来，这让凌雨很不开心，因为他觉得这个铃铛很是奇怪。两人吃饭的时候，铃铛突然掉到地上，下一秒凌雨仿佛丢了魂一般，两眼无神的死死盯着君浩。君浩被看得直发毛，于是便打算出去解个手。而此时的凌雨突然抱起桌子上的鸡啃了起来，等到半只鸡都啃完了，他似乎才回过神来，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。而刚走出院子的君浩突然看见村民老张跑了出来，一边跑还一边嚷嚷，我终于看到太阳了，我终于看到太阳了，哈哈哈，我终于看到太阳了，哈哈。君浩一回头，还发现了此前遇到的那个小男孩。他跟着男孩走进一间屋子，可此时屋里却传来一个声音。君浩慢慢靠近，他被吓得想要逃跑，可此时的房门却怎么也打不开。君浩抱起地上的凳子防身，质问对方是人是鬼。女子表示已身在地狱，是人是鬼又有什么分别呢？他看出君浩是外来人，于是告诉他进到山寨的人都逃不出去。我们为什么要逃跑？君浩表示自己是带妹妹来治病的，但现在妹妹的病已经好了。可女人听后却哈哈大笑，病好了，当时我也是这么认为。君浩想要继续询问，可此时女人却突然昏倒了。等到他出来时，发现外面已经天黑了，路上又遇到了疯疯癫癫的老张。村民们说白天老张出门触怒了月神，受到了惩罚。可君浩却表示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神。怎料村民们听后不乐意了，好在严斌子来得及时，将君浩带回了家。为了感谢严斌子的收留，凌雨特意做了一桌的家乡美食，还单独给他盛了一碗石榴粥。吃饭间，凌雨发现严斌子心不在焉的，询问后才得知老张刚刚死了。
此时外面的人正在为他送葬。君浩听后顿时慌了，难不成真的有月神？吃完饭后，凌雨跟随严彬子来参加老张的送别仪式，怎料此时他又听到那个铃铛声，下一秒他竟看见老张诈尸了。好在严彬子及时将他唤醒，他这才发现刚刚的都只是幻觉。而另一边正打算睡觉的君浩突然发现屋外有个人影，可当他打开门后，却发现外面根本没人。此时他发现对面的屋子灯火通明，好奇的他戳破窗纸往里看去，没想到眼前的一幕顿时把他给吓得屁滚尿流。隔天一早，他便找到严彬子，想问清楚他昨晚看到的事，质问他屋子里为什么会有妹妹模样的纸人。严彬子解释这是寨子里的习俗，因为凌雨身体不好，用他的样貌扎成纸人烧掉，这样就能代替凌雨受过。可这样的解释君浩根本不信，兄妹俩从小在吴爷爷的棺材铺长大，这纸人明明是烧给死人的。正当两人争辩时，屋外的铃铛被风吹响，凌雨听后顿时头晕目眩，而此时严彬子似乎也有相同的感受。原来凌雨早就发现了自己被下了重毒，他怀疑是严彬子的奶奶干的，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血滴入那碗16粥，让严彬子喝下，想要利用严彬子让奶奶交出解药。怎料此时两人却进入相同的梦境，梦里的两人变成了新郎和新娘。此时凌雨猜想，给自己下毒的可能是吴爷爷，而他怀疑吴爷爷就是严彬子的爷爷，目的就是让他来这和严彬子成亲。可是严彬子表示，爷爷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，可凌雨却不听他的解释，一气之下打算和哥哥离开山寨。怎料此时身后出现一个黑衣人，只见他摇动手里的铃铛，凌雨听后直接晕了过去。等他醒来后，便跑来质问严彬子是不是又是他搞的鬼。不料此时寨子突然响起警报，听村民们说是有外人闯入，没想到此人正是吴爷爷。凌雨伤心地质问吴爷爷是不是他给自己下的毒，可没想到他却矢口否认，表示这一切都是老鬼干的。不料他话音刚落，铃铛声再次响起，两人再次双双倒地。此时一个黑衣人慢慢靠近，原来此人正是寨子的族长，也就是严彬子的爷爷。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。原来寨子的人之所以会怕光，其原因就是寨子里一个恶习，那就是近亲结婚，生下的后代都得了一种不能见光的怪病，并且一代不如一代。族长担心再这么下去，恐怕寨子里的人都会死光。为了让族人变回正常人，才会冒险去到外面为孙子寻找合适的女子成亲。而恰好他被善良的老吴收留，并将目标锁定在了凌雨的身上，然后趁机给他下了重毒，并策划了这一切。凌雨得知这一切后宁死不从，可老鬼却用他哥哥的性命为要挟。此时的君浩被关在那个女人的屋子，女子表示自己当初也是被老鬼骗进山寨的，还逼迫跟他的儿子生孩子。女人本想逃跑，却被抓了回来，弄瞎双眼，并且用他弟弟的性命为要挟。可女人却心有不甘，于是她趁机将老鬼的儿子杀死，以此报复。另一边，严彬子不想强人所难，于是便迷晕奶奶，想要偷取解药。好在奶奶心地善良，最终交出了解药。君浩还想回去将那个女人和男孩一起救出去，可等回去时，发现女人已经和老鬼同归于尽了。好在男孩躲了起来，逃过一劫。事后凌雨发现，其实严彬子是个正常人，根本不惧怕阳光。原来严彬子其实正是红衣女子和族长儿子所生的孩子，不属于近亲生下的孩子。最终在严彬子的帮助下，兄妹俩成功逃离了山寨。